大家好，外围四周蔓衣沟槽挖好后呢，同样的事情一起做，更不容易手忙脚乱了。再将种植位置先挖好小凹槽，就可以来移植青花笋了。青花笋算是十字花科类中呢 CP 值一直很好的作物啊，并不容易出现因为大量种植而掉价。可以反复采收的特性呢，更适合家庭种植。原以为大家喜欢吃这种菜啦，结果连菜苗也都抢着要。自行育苗的菜苗被挖到只剩5颗啦。种植的故事呢，真的是无奇不有。幸好很懂挖，知道把比较强健的幼苗都挖走。剩下这些要再衔接新幼苗，时间点可以比较接近。这样的说法呢，算是很有效的自我安慰吗？十字花科类育苗最好一开始就直接在网子内育苗，冷不防的天气突然降温，叶菜蛾就出现了。这样移植前可以省事不少。在这个位置进行育苗有个好处啦，除了有现成的网子可以遮盖，地势比较高，育苗时要做保湿动作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肆无忌惮进行大量浇水。水往低处流的特性不容易将种子泡烂。在移植前的前一天呢，有做过浇水的动作。现在要挖起幼苗带起的土团，会很容易种，容易存活，也不容易出现脱水的现象。而若是要让它带起的土团更大，可以在移植前的前1小时再浇一次水，土壤湿度更够，也会更黏啦。因为只有目前几棵苗，就先只种单边，另一边再过几天再补上，而这一槽就完全留给青花笋了。因为可以反复采收，就尽量种植在一起。青花笋采收时是单根单根剪下，这样采收时才会更方便。这一槽通常是留给青花笋专用，这是去年12月18日已经可以采收的状况，在时程上应该是没有落差太大。青花笋在采收时是一根一根采收，采收下来的茎部比花的部位还好吃啊。在采收时采用斜切的方式，可以减少雨水或露水留在切口上而染病。因为会不断长出新笋，切下时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别将刚冒出的嫩笋也一起割下了，不然真的是割越多亏越多。接下来这算是家庭种植十字花科类，不想要施药，也不想要辛劳的抓虫，采用的物理防治啊。覆盖防虫网，有的人会觉得麻烦，其实整个过程包含日后，真的算省事非常多了。没盖过防虫网的观众朋友，建议今年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十字花科类、高丽菜、花椰菜、大头菜等呢，一开始种植盖网子的方式都一样，
有办法种一样，其他就几乎只是微调而已。而虽然目前只是先种植一边，但两侧的沟槽都一样进行蔓延。除了要让沟槽定型，也在告诉蚯蚓该上工了。这主要是引粪中的养分非常多样性啊，同时浇灌中间凹槽与外围，也可以逼蚯蚓上高地，帮忙松土，制造疏松透气的土壤。反正概念就是尽可能利用大自然的力量。也因此，虽然有人种植前会狂晒土、杀菌消毒，但是个人习惯，就算没有种植，还是会进行浇水。这在封闭空间内看似在养草，却是在除草籽啊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地利之便，取水方便啊。这也是为何要先将取水的影片先做好的原因。这样影片看起来胶带会更为完整啊。而若是采用自来水，建立中间挖沟槽就好，这样可以比较省水。而现在利用自动蔓延的时间，就可以一边搭设防虫网，一旁用来围出菜床的瓦片，就是现成的度量单位啊。这样的空间只要3根弹性钢线就很足够啊。这样的菜床结构，若只是要种植叶菜类，想要盖网子的话，只需要直接覆盖拉撑啊。而十字花科类作物比较高大，又不想要让菜叶接触到网子，可以利用弹性钢线再撑高防虫网的高度啊。使用弹性钢线搭设防虫网算是非常便宜啊，在收纳上也比粗铁丝好用方便。这一根有2公尺长，没记错的话呢，一根只要20元台币啊，就算涨价，应该也不会差别太大才是啊。而在台湾，因为冬天吹的是东北风为主啊，若是菜床要搭设防虫网，建议菜床的方位设定采用南北向会比较好，这样网子的迎风面会比较小啊，不容易因为强风让网子整个被强风掀开啊。另外，台风吹的是南风啊，这跟棚架搭设的方向概念很像啊。一般通常搭南北向会比较抗风啊。不过有个特别作物是芦笋啊，种植时如果想要拉绳帮助依靠支撑呢，菜床采用东西向拉绳反而才有用处啊。另外，叶菜蛾对十字花科类作物的气味非常敏感，盖上网之后会发现它们会沿着网子飞啊，到处寻找网子没盖好的漏洞。既然盖上网子，就要认真盖好，不然一飞进去下卵呢，就会是噩梦的开始啊。这样一次就完成了种植过程的拍摄了。搭设防虫网真的没有想象中难，一旁也是拿来种植十字花科类作物。先行试种的结头菜与高丽菜，目前是已经在进入结球包覆的阶段。而若是嫌十字花科类太占空间，也可以在种植初期在2株间补上短天期的大陆妹。大陆妹采收后，再把空间让给可以反复采收的青花笋啊，这也是一种空间利用的办法。谢谢收看。